在《权力的游戏》中有这样一个人物，她美丽、温柔、亲切。她会走进君临城跳蚤窝里的孤儿院，和孩子们一起玩耍。她会向平民施舍食物，倾听他们的生活。在君临城的街道上，很多人都真心地爱她。她几乎拥有一个王后所需要的一切：美貌、智慧、亲和力以及人民的支持。但最后她却死在了一场爆炸之中。她就是小玫瑰玛格丽提利尔。很多人认为小玫瑰输给了权谋，但今天让我们远离权谋和暴力，让我们来讨论另一个有趣的话题。当一个人长期扮演一个角色，他最终会不会真的变成那样的人？而如果一个人过于依赖别人对他的看法，当这些目光消失的时候，那他还会剩下什么呢？Hello， 大家好，我是骑士比利。我们这个视频系列正在征集大家喜欢的影视剧作品。如果你也有希望看到的人物，或是对某个角色的心理分析感兴趣，欢迎你加入我们这个讨论群。好了，话不多说，正片开始。在整个维斯特洛，小玫瑰可能是最懂得公众形象的人。她非常清楚，王后不仅仅是她个人的身份，也不仅仅意味着至高无上的权利。王后还是一种公众角色，所以她精心塑造了一个形象：美丽、善良、温柔、谦逊，充满爱心，关爱平民。当兰里还活着的时候，小玫瑰就端庄地坐在兰里的身边，观看骑士们的比武。尽管她深知兰里的取向，她依然乐于扮演一个完美的王后形象，甚至她还想要为兰里生一个孩子，以打破世人对兰里的不利传言。而当兰里死后，她就来到了君临城。电视剧在这里给了一组非常重要的镜头：小玫瑰坐着华丽的轿子来到了君临城的跳蚤窝，轿子停在了肮脏的地面上。她不顾侍从的劝说，也不管自己漂亮的长裙就这样拖拉在地面肮脏的积水中。她就这样一头扎进了跳蚤窝阴暗狭小的巷道里，然后她来到了跳蚤窝里的孤儿院，去看那里的孩子。原作的故事里也提到，在小玫瑰来到君临城之前，就有了来自高廷提利尔家族的人事先以他的名义给城里挨饿的穷人分发食物，而小玫瑰自己也会在君临城的街头跟小贩们买面包来吃，会和人们亲切地打招呼，会朝着不认识的穷人们露出美丽的微笑。这些行为当然并不完全都是虚假的，但同样也非常明显，这是他精心设计的公众形象。他在做的事情，用现代心理学来说，其实是一种印象管理。而与其说这一切都是他为了来到君临城而专门设计的，倒不如说这些事情早就都刻在了他的骨子里，就如同生存本能一般，变成了他身上不可剥离的一部分。瑞士心理学家卡尔·荣格曾经提出过一个概念，叫做人格面具。荣格认为，人为了适应社会，会发展出各种各样不同的社会面孔。这些社会面孔会帮助我们更好地融入社会，更好地扮演社会需要我们来扮演的角色，然后我们就能够获得更多的来自社会大众的认可。有些人格面具会表现为某种职业，例如教师、白领或是领导干部；有些则会带上地域特色，例如北方人、南方人；还有些则会潜移默化在生活里，例如母亲或是父亲等形象。
这些都是一种人格面具。人格面具本身并不是坏事，而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存在许多不同的人格面具。我们会在生活和工作的不同时间自动切换上不同的面具。小玫瑰就深谙其中的精髓。当她出现在兰里身边的时候，她戴上了配得上深得人心的兰里的贤内助的面具。而当他站在君临城穷苦百姓中间的时候，他给自己戴上了亲切可人，和这儿的兰尼斯特完全不同，是带来新希望的女王的面具。而当他与乔弗里独处的时候，他所展现出来的是乖巧听话，既能听从王夫的指令，又能够帮他处理好上上下下的人际关系。甚至有观众们说，在小玫瑰的影响下，乔弗里甚至看上去都变得正常了不少。而在托曼那里，他又变身为一个能够帮助托曼从瑟西那儿夺回王权，并帮助托曼成为一个独立的男人和国王的人生导师。在和珊莎一起散步的时候，他又戴上了知心大姐姐的面具。对于小玫瑰玛格里提利尔的这种长袖善舞，我在网上找到了一段非常有趣但又十分精准的评价。如果你是一个好色之徒，她的身材、气质和颜值在全大陆完全可以排进前3。如果你兢兢业业，只想打理好自己的城邦，做一个强国之君，她的娘家是整个大陆最有钱的家族。她从娘胎开始就学习如何经营和管理一个国家。如果你既想要照顾好自己的怪癖，又不想让世人知晓，以免影响继承权，她也可以接受，只要你让她有个孩子。如果你对男女之事不感兴趣，只喜欢在卧室里舞刀弄枪，用鞭子抽或者用十字弩射杀妓女，那他也能跟你一起瞄准。而如果你是一个妈妈的好孩子，但又想尝尝当男人是什么滋味，又不想离开你母亲的怀抱，还是他会照顾你的各种小男人情绪。白天你是妈妈的，晚上你是小玫瑰的。这样的女人，哪个男人不爱呢？只是小玫瑰最大的问题并不是虚伪，而是她太过于成功了。她所有的这一切行为都能为她及时带来想要的成果。她成功地成为了人民爱戴的新王后，成为了贵族认可的最佳的妻子，也成为了年轻国王满怀依恋的对象。他几乎完美地同时扮演好了这些角色，毫无破绽。但也因为如此，他的自我开始逐渐依赖于别人怎么看他。如果我们回过头去仔细地想一想，就很容易能够发现，小玫瑰玛格丽所有的力量都来自于民众的支持、贵族的认可，以及家族和王室以及不同贵族之间的关系。这意味着他的权力结构本质上是一种外部评价结构，也因此他的价值来源并不是他自己的内在，而是来源于外部世界。换句话说，当小玫瑰玛格丽不停地换下和戴上不同的面具，她会渐渐地忘记真正的自己到底是什么样子。曾经有一位小学的老师在家长会上流露过自己的心声。他说，其实教师的孩子是最辛苦的。他之所以会这样说，答案是显而易见的。戴着教师的面具太久了，每天都被一群人生经验和知识结构远不及自己的孩子所包围。教师在这样的孩子们面前，很自然地会变成某种强权一般的存在。只要自己提高嗓门，几十个孩子就会乖乖听从自己的话，而自己的学识对于幼小的孩子们来说，就是不可质疑的真理般的存在。
而当他从学校回家之后，他却忘了摘下那个教师的面具。他用同样强烈的方式对待自己的孩子，厉声斥责，强制性地要求自己的孩子顺从自己，做到自己希望他能够做到的任何事情。时间久了，孩子的情绪就会变得越来越压抑，而随着他的孩子越长越大，渐渐进入了青春期，叛逆的行为就会如同火山爆发。现实生活中的这位教师母亲已经开始意识到了她的生活中出现了一些不对劲的地方，但在电视剧里，小玫瑰玛格丽却一直都没有察觉到哪里不对。她太过于依赖外部世界对她的评价，而从来都没有直面过真实的自己。不仅她自己没有，就连身处上帝视角的观众也看不到真实的小玫瑰是什么样子。故事中的她从小就受到祖母奥莲娜的言传身教。如果我们把老玫瑰奥莲娜与泰温做比较，很容易就会发现，泰温对家族的控制更加强硬，更加说一不二，而奥莲娜对家族乃至整个高庭势力的控制则更加的润物细无声。他借助关心珊莎的机会，在看似温暖的长辈对晚辈的关爱中，从珊莎的嘴里知道了乔弗里真实的样子。他认为那样的国王对于小玫瑰和自己的家族来说过于难以控制，也因此在婚礼上毒杀了乔弗里，转而培植更加温和的托曼。事实证明，老玫瑰与小玫瑰的选择是正确的。托曼更加温和，小玫瑰能够轻松地俘获这个妈宝孩子的心，甚至很快就帮他摆脱瑟西的强硬控制。与其说小玫瑰没有看到面具下真实的自己是什么样子，不如说她从来都没有过真正真实的自己。她从小就被当成了家族崛起的工具，她唯一存在的意义就在于嫁给一个容易操控的国王，成为王后，帮助家族兵不血刃地统一维斯特洛大陆。只是她没有想到自己遇到的是瑟西。如果说在我们先前的讨论中，小玫瑰所有的价值都来自外部世界，甚至在她的家族里，她也活得更像是一个工具，而不是她自己，那么她的对手瑟西皇后则完完全全活成了毫不在意外人眼光的自己。她偷情，违背伦理，违抗泰温，厌恶提利昂，杀死劳勃国王，甚至最后自己坐上了铁王座。他的所作所为一点都不考虑外人的看法，甚至在电视剧中，当幽伦葛雷乔伊来到君临城后，瑟西还说过这样一句话：我是女王，我想睡谁我就睡谁。瑟西几乎是小玫瑰的心理反面，她不在乎民众怎么看她，不在乎贵族怎么看她，甚至不在乎历史会怎么看她。她只在乎一件事：我要赢，我要控制一切。如果有什么东西让我控制不了，那就毁灭它。其实瑟西的这种心理状态很早就显露过。电视剧中，当施坦尼斯围攻君临城的时候，瑟西就因为觉得红堡可能要沦陷了，而抱着年幼的托曼坐在铁王座上。当时他已经准备好了毒药，想要同托曼一起同归于尽。就是这样的瑟西，当他发现自己开始无法控制小玫瑰的时候，他选择利用教会的力量来打压他。而当他发现自己最后连教会都控制不住的时候，就一不做二不休，将教会和提利尔家族一起毁灭。而在教堂发生大爆炸的那一刻，小玫瑰所有的优势，在公众面前苦心经营的良好形象，来自君临城民众的支持和政治声望，这一切与他一起
葬身火海。如果我们将小玫瑰玛格丽与珊莎进行对比，就能看到早期的珊莎与小玫瑰非常相似，她也把自己的价值建立在外界对自己的评价上，也因此她饱受虐待和折磨。只是后来无依无靠的珊莎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只能开始依靠自己，慢慢学会了在现实与表象之间保持足够的距离，让真实的自己逐渐成长了起来。而小玫瑰玛格丽则因为始终都成长在祖母的庇护和教导之下，得不到自我发展的机会。听到这里，我相信你一定能够看懂，小玫瑰是一个几乎完美的人格面具的使用者，但她没有发展足够强的真实自我，她的人格也从来都没有机会朝着那个方向去生长。其实，小玫瑰的故事并不只发生在维斯特洛，在现实生活中也有很多人活在自己的人格面具里，完美的员工，完美的男友或是女友，完美的母亲，完美的领导。他们非常努力地成为这个社会所期待的样子。但我们不妨停下来想一想，如果有一天，当这些外部世界的角色都消失的时候，当你不再是员工，不再是教师，不再是领导，不再是父母的时候，你到底是谁呢？小玫瑰玛格丽提利尔，她太擅长成为别人期待的样子，但她却不知道人生真正的任务是要成为自己。也许这才是小玫瑰的故事能够带给我们的一点点思考。感谢收看今天的心理镜头，这个系列的视频每周五晚上在 YouTube 首发播出，次日晚在 B 站同步发布。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请为我点赞并转发给你的朋友们，让更多的人能够参与到我们的讨论中来。如果你也是在 B 站上观看这集内容，请为我一键3连，你的支持是我能够继续下去的唯一的动力。如果你也开始发现，在自己的生活和工作中，似乎也像小玫瑰一样，遇到了难以处理的人际关系，或是明明是十分在意的重要的人，但却一直都没法和对方好好相处，那么我会很推荐你查看视频下方描述栏以及置顶评论中的在线心理课程。这是一门能够让你慢慢察觉到自己的内心，并开始学会如何与人相处的课程。只要点击链接就可以立刻免费试听。心理镜头这个系列现在正在收集其他好看的影视剧集素材，如果你也有特别想要看的内容，请一定给我发送消息，或是在视频下方的评论区里留言。我们下次再见。A shadow. A shadow with the face of Stannis Baratheon. I swear to you by all the gods, it was Stannis. He plunged his sword through Renly's heart and disappeared. One day, my lady, I will avenge our king. Joffrey is our king now. I meant no offense. And you've given none.